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7月14号，早上起来，相信家人们多单利润都在数钱哦。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跟朋友们提醒，不要忘了这一根 CPI 利好下跌，上一次美联储不加息也是当天下跌，第二天马上就开涨。那现在已经是如期开涨，也是有朋友在问，手上一大堆的多单，比特币防守位我们要怎么来判断？或者是比特币上涨的目标位，我们要怎么来判断？包括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，昨天有聊到的一个观点，也就是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判断比特币有没有可能马上去突破 32K， 但是到今天也还没有突破 32K 哦。不过我的观点是，今天也来聊一下，如果真的是继续 32K， 下一步这一个圈的位置，因为去年 20K 下方，包括以太坊$1000下方，带家人们抄底满仓到现在，也是一直在计划什么时候可不可以利用一些利润开一些币本位100倍的多单。那这个位置有哪一些知识点？等下利用周线里面的这个 DMI 指标来跟大家讲解啊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昨天晚上 Discord 社群上面程序交易的信号也是一大堆哦。不过也是跟大家讲，做空的信号你尽量不要去碰，虽然是有一些利润，可以看一下昨天晚上3点的时候，比特币是在价格$31,700附近给了一笔做空的建议，止损是 1%。 那么可以看一下后面价格是怎么波动的，就是在这个高位给了一个 sell 的信号，后面是有一个700点的一个空间下跌，尽量速度要快一点，还是不变。个人有1年多没有去碰比特币的空单了，因为整个预期都是有可能当时 CPI 9的高位，或者是利率来到 4% 的一个位置，也是有预期将来肯定 CPI 打下来的话，美联储有可能预期未来会降息，所以整个市场要提前炒作。那现在整个趋势都是向上的情况下，不要去做空啊。或者是你真的有空对的一些朋友，我的观点是你也尽量要短一点，不宜恋战啊。但是我的观点是，如果是在低点，不管是 15K 还是说 20K， 或者是这个位置 25K， 有做对的多单，有听我的建议，我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抱住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现在比特币的价格。我们简单看比特币整理的结构，这一根是主力的表态，它后面在整理的区间里面只有2根 K 线是收在这一根收盘的下方，所以整个整理结构里面是非常的强势。包括这段时间也是有跟朋友们讲，你如果真的在这个位置做对，后面是在这个位置再给大家猜测一个短线的买点，有可能踩这个23枚也是一个买点。然后昨天在下跌的时候也是有跟朋友们提醒，你就观察一下，有可能这一根 K 线它是21的一个时间变盘窗口。那现在价格已经是涨上来，有一些朋友也是在问多单的防守要怎么设哦。就昨天这一个利好的一个低点，你如果是在这个区间开的一些多单，我希望朋友们可以把防守移到这个位置哦，或者是超短线里面还有一个支撑位，也就是前面有跟大家讲的一个压力位。这一根 K 线不是有一个下跌吗？然后这一根 K 线也是一个下跌，一直在判断有可能是在洗盘，主力可能是在骗线哦，因为他感觉这个区间可能是没有区间。因为可以观察一下大量的下跌，为什么空方的市场应该是要继续跌啊？但是它第2根直接来了一根多方的抵抗，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重心并没有继续往下移，或者是这个位置重心也没有继续往下移。那昨天有跟大家聊到，就是有利好的这个 K 线，如果它次日要涨的情况下，就是这个低点不能破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朋友们如果是在这个区间低位有买对的多单，你防守可以设到就昨天这个低点，还有一个超短线的一个支撑，也就是跟大家聊过的上一次讲的这一个压力区，现在是变成支撑了，因为它质押已经转换，所以这个突破的位置你留意一下，也可以把短线的防守一部分的仓位移到这个位置来设一个防守。然后我再来聊一下，也就是更早之前我们在底部重仓抄底的多单，或者是这个位置有做对，包括 25K 的这个附近有做对的多单，我是希望朋友们你给我抱住，不要设防守。因为历史的经验，大家记得去年的时候不是带朋友们逃顶到这个 69K 的高位，后面是有一笔空单做对，我个人也是蠢的，一路在修正它的防守，从高点下来一路修正防守，后面修正到这个位置，是在这个位置止盈的防守位
给打破了。所以我现在也是学聪明，如果是猜到一个大波段的顶部，或者是就现在一个大波段的底部，你有做对就给我尽量抱住，不要设反手，或者你可以设在自己的一个买入成本位啊。但是你在这个区间如果有开对的多单低点的位置，我是希望朋友们也可以把反手设在昨天有提到的，就是这一个低点，大约是在 30.2K， 或者是我们也是在猜测到底比特币什么时候，就最近有没有可能马上去突破 32K 的这一个整理区间高沿的一个压力区，是有希望去挑战啊。因为现在整个环境是在变，包括昨天也是在推特上面是有跟朋友们提醒，美元对人民币它已经是跌破了这一条红色的均线20MA， 这个趋势是要往下看的，包括美元也是跌破了100的关卡，讲了有一段时间，比特币整个长线就是要给我往上去看。然后美国的 CPI 3.0 重要吗？我是觉得不重要啊，该买的去年都已经买满了，所以环境是在变啊。CPI 3.0 那有可能就是有预期美联储要降息，这样的资金未来肯定会跑步入场，就是这个人民币啊。因为人民币只要升值的话，有可能有些资金它也是很愿意去换更多的美元来到这个币圈的市场，然后帮我们来抬轿。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一个 32K 哦，昨天是有提到，如果这个 32K 在短期之内过，当然我也是欢迎它赶快过，后面有利润，如果有再压回的点位也是在计划要不要开100倍的杠杆。这一个圈的位置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周线里面的这个 DMI 指标啊。DMI 指标在周线级别里面，其实有时候信号也是非常的准确。比如说，在今年的1月份，只要绿色的线穿过这条红色的线，绿色的线是在红色线的上方，就说明比特币牛市是已经开启了。特别是在接近1年多的下跌走势，刚突破的这种位置，趋势都已经突破的时候，那确立就是牛市是已经来了。你如果前面不敢满仓，每一次有压回来的点位，你可以利用其他的一些技术形态，一定要给我站在买方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的底部的位置也是一样啊，长达1年多的下跌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底部的位置，它也是很长一段时间空头的市场，就是这条红色的线一直在这个绿色线的上方，就说明整个市场是在一个空头的结构，包括2022年的整波空头的结构。这个红色的线是一直保持在这个绿色线的上方，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空头市场。但是只要这种绿色的线在周线里面，19年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绿色的线穿过红色线上方以后，这整波就是一个多方的市场。不过它后面会有洗盘哦，洗盘的位置有哪一些支持点，就是我们要利用类似这种压回的位置，到时候看能不能再开100倍的杠杆。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位置也是一样，就是前面也是很大的一波空头的市场，整个价格一直在跌，红色的线一直维持在这个绿色线的上方，周线里面准确率也是非常的高。然后在这个位置它有一次金叉的位置也是会有失误啊，金叉的位置应该就是要开启多方的牛市，但是它后面有黑天鹅事件，然后在这个位置重新再交叉，交叉完以后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很长一段时间，绿色的这一个 DMI 指标都是在这个红色线上方，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多方的一个牛市。不过我们要去观察一下，在整波大级别牛市里面，它有过一次死叉，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。我们要利用这种压回来点位，昨天有提到的2015年这个低点，也是很重要的100倍开多的一个点位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 DMI 指标，它在整波牛市里面只有一次死叉，其他的时间全部都是在金叉的结构，就是绿色线一直维持在这个红色线的上方。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9年的这个位置，它涨幅是有一点大，后面洗盘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也就是前面一直在金叉的结构，这个位置有一个时差，就是这个点位能猜中，有可能就是100倍开多的位置。不过它后面是有一个黑天鹅事件，所以我是相信比特币金叉到现在从来都没有死叉过，如果它继续往上突破，下一次有压回来点位，我们去观察一下什么时候在周线里面，只要这个 DMI 指标有死叉，一定要给我继续站在买方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YouTube